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投资者评。今天是春节的最后一天咱们拍一个这个之前呢也是从来没有开箱过军事兵人的一个视频实际上我在没有玩 HT 之前呢，也玩过很多军事兵人老粉都知道。今天咱们就来玩一下它ES 出品的这一款夜战幽灵这一款。想必游戏玩家也都非常熟悉了就是来自于《使命召唤》的人气角色代号幽灵这一款之前老版的时候，我记得价格还挺贵的闲鱼上都有个4500的这个价格然后这是一款再版的产品然后我们现在只是把它的素体就单独拿出来了这个也是装上去的，这个是没有的。整个素体。怎么说呢？在我最早接触1:6军事兵人的一个题材里面ES 这个厂牌一直都是武器装备做得非常精良，但是素体就对吧，稍微差了那么一点意思了。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挂载任何装备的情况下，这一款主体显得非常单薄特别是肩膀这些地方看上去就非常奇怪，下半身还稍微行上半身很不舒服，所以一般玩这一款产品的朋友都会去做一下这个素体改造不然的话呢，真的非常难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衣服的版型做的还不错没什么问题包括用料摸上去都非常舒服。但是这个素体的话，真的是用的也是比较差，我觉得关节虽然说是很紧但是整体的这个摸上去的感觉就。让我有种就是把玩过度的话，很容易脆的破损这种感觉整体的身高比例还行素体也是比较轻的，整个衣物摸上去质感还不错。但是呢，出厂了以后你也是需要去打理一下的，特别是裤子这里一块然后鞋带也是要打理的。我现在是把鞋带已经往里面缩进去了不然的话很长，非常长这个鞋带。然后我们整体来看一下，特别是这一颗面雕咱们来拔下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关节从里面套出来的。这一个面罩也有很多兄弟去做一下这个修改把它稍微修的小一点的也有。然后打开来以后，我们看到里面的这个头雕当然也是没有可动眼的。然后看一下整体的这个细节实际上这一个面雕的刻画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水准包括眼神的一个涂装都是做的非常到位的还算可以，不错的。但是呢，这款角色当然大家都是会套这一个头套的不然没有灵魂，对吧？如果没有套上去，可以看一下就很朴素了吧。而且这个脖子显得特别长，有没有我们来拉远景看一下这样纯装上去脖子特别长，很奇怪完全没办法看，不知道这是怎么设计的太奇怪了。也得，如果你只想录一个头的话，得稍微改一下因为它有面罩，所以这里可以全部绑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算你套上了这个面罩以后，你也会显得这个头有点长而且你得自己稍微打理一下这脖子长的这个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看上去有点奇怪，还是需要自己修一下然后我们迅速的来看一下这个衣物的话，里面很多口袋的细节都是可以自己去打开的包括这边裤子上多重的口袋。那虽然说这两边是封死的，但是里面它依然是有个空间的可以去放东西。这里也是可以去放点手雷其他的一些小配件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中这个腰带可以自己去收紧裤子是魔术贴的所以自己去打理一下。这个单纯打理衣物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没什么问题。帽子也可以自己戴上去这边的松紧带需要自己单独去系一下我这个已经松掉了。包括这边透气层，我看一下是这是封死的，衣服可以去往上拉，没问题。可动方面，咱们来迅速看一下。首先，头部360度没什么问题，低头幅度还是可以的，抬头幅度也有，左右侧头没什么问题，而且关节也是比较松的，没有特别紧。手臂可动，
抬举幅度，在没有穿任何这个背心啊其他的一些配件的情况下啊，纯素体可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360度都可以，但是很松，看到吧？手肘部分来看一下，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没毛病，可以。大臂也有旋转的空间，手臂也有前倾的一个幅度，但是幅度非常非常小啊，不大。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身体阶段，哎呀，2档，而且很脆啊，幅度很低啊，我感觉这真的很容易坏啊。左右旋转没什么问题，侧腰有，可以，往后幅度也有，没问题。然后看一下腿部，大劈叉啊，往前踢可以，往后几乎没有，脚阻尼感很强啊，折叠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很紧，它不是一个齿轮关节，脚左右前后都可以。然后看一下这个鞋子的这个细节刻画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鞋带、绑绳、鞋底做工也是非常上乘。手型出厂的时候啊，可以看到就是2个握持手型啊，手套上的标志性的一些涂装也都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啊。这个还是戴着面具啊，比较帅。素体我只能给个5分，不及格啊。而且不是所有的玩家都是有动手能力可以去给这个素体填充啊，或者是弄东西的，这样毕竟比较麻烦，对吧？玩家还是喜欢拼装完了以后直接一体成型。好了，主体方面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来看一下外包装跟所有的配件啊，都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好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外包装啊，外包装方面的话呢，依然是 ES 的这个特色啊，长条的啊，当然如果是全新的话，这里还有一个封条啊，本次人物的一个小封条，很轻的一个盒子啊，纯黑啊，这边还有个标志，磁吸的，这外壳啊感觉有点像碳纤维的这个纹路啊，比较简约。磁吸的打开来以后，咱们就可以看到本次的一些主体了啊，因为我已经拆过了，所以不是那么的整齐啊。然后打开这一侧，咱们可以看到手型啊，还有武器。再看一下后面一版，这边的话呢就是全套的这个装备了，啊，非常非常多，而且都是需要自己去组的，啊，这一款反正在我现在看下来啊，这个组装难度的话应该是一般啊，没有说非常的困难。然后我们现在就来把它的配件啊，除了装在身上的，实际上配件也就剩下一些啊可穿戴的一些，比如说耳机啊、电台呀，然后武器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些什么好玩的。我们现在就把它组装起来，瞧一瞧。好了，兄弟们，所有的配件就在这里了，我全部组装上了，然后还有一些小配件、小武器啊，全都是已经挂载在上面了，所以没有拿下来。我们一点点来看。啊，首先当然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 ES 家的这个武器了，他们家武器真的是做的非常好。我记得没错的话，早期还有那种专门出的这种武器包啊，可以去购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啊，涂装啊真的是非常精细，而且在我组装过程中啊，我也发现就是组装完了以后非常牢固。啊，我之前也玩过其他家的一些兵人的一些武器啊，它就很容易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枪托啊，拉出来的时候要当心啊，我这个是反面教材，一旦用力它就直接会掉出来了，稍微拉一点就行了。而且这里的这个塑料啊很薄啊，所以当心不要去弄坏了。枪体的所有的这些刻字啊，全都有体现，而且不糊。然后可以看一下垃圾柄啊，是有这个联动的，而且里面是有弹簧。很舒服，就是因为是塑料的关系啊，不要经常去这样把玩啊，我感觉会蹭掉这个漆面。然后所有的这个机瞄啊，包括上面瞄准镜的这个盖子，全都可以去打开，里面也有这个涂装，透明件的涂装也做的还是不错的。旁边的手电筒啊，里面也有一些细节涂装。
消音器啊，除了核膜线会比较明显以外，其他的都做的可以啊，而且上面也是有铭文刻字在这里的，机苗也是可以去打开啊。滑轨装上去了以后啊，不容易掉，都很紧啊。这些握把都是需要自己去安装的，包括旁边的这个战术导轨，可以自己去调节啊，可以拿下来装在前面后面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性。但是这个东西一旦装上去了以后，我建议不要去把它拿下来，因为这一个配件非常薄啊，拿下来可能会断。然后可以看一下弹夹啊，拿下来了以后里面也有一个子弹的一个细节刻画啊，装上去了以后也是非常牢固的，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挺帅啊。背带我没有安装啊，这个都在这，看一下啊，背带在这，我没有去安装上去，比较麻烦啊。好，然后再看一下这一把武器啊。HK437很帅很长，而且这个枪托可以去折叠，后面也有一个延伸，这个拉出来是不会掉的啊，可以随便去拉伸，里面也有一些细节的一些涂装，做的还是非常还原的。然后这边所有的这个握把包括导轨，你可以自己去调节左右啊，前后也可以自己去调节，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了啊。上面的这些机瞄点位还有瞄准镜啊，也可以自己去调整。里面也有这个透明件的涂装，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啊。然后弹夹也可以拔出来，里面有这个子弹的细节刻画，没有什么问题。抛壳窗的话，它是在这里啊，垃圾柄也在这，但是这个塑料件很薄啊，把玩的时候要当心不要去弄坏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拉的时候啊，尽量去抠到里面，这里就可以看得见了，但是不大建议去操作啊，这回弹力度也比较小，需要自己去抠上去，而且这个东西真的很容易坏啊，就直接装个样子就可以了。瞄准镜的厂家刻画也有啊，很不错。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其他武器。首先这一把大锤啊，这把大锤的话，上面也有一个做旧的涂装，不过比较轻啊，核膜线也比较明显。空心的一个塑料件，背在背包后面还是挺帅的。然后还有一个武器啊，就在这个腰包上，我已经放上去了，在这个快拔的枪托上，我们给它拿下来，很紧啊，拿的时候当心一点。可以看一下啊，这一把弹夹啊，这应该是一个扩容弹夹啊，也有子弹的一个细节刻画。上面也有一个铭文刻字，型号 PJ30 M13啊，也可以去拉动，有弹簧结构，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然后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胸挂上的一些东西啊。首先这里有备用弹夹，包括手枪的这个弹夹跟步枪的。都是去安装上去的。它这个我记得是跟出版有些区别啊。出版的话，前面只有这个步枪的扩容弹夹啊，步枪的这个备用弹夹，然后手枪的呢是单独挂在其他地方的。这一次它是全部挂在前胸上啊，而且力度都还是不错的给它再安装上去。然后前面的这个小胸包啊，里面出厂的时候这些都是带黑色海绵的，这样看上去太鼓了。我建议到手了以后啊，可以自己去这样捏一下调节一下啊，太鼓的话我感觉不大好看啊。这边我插了一支圆珠笔这就是前面的。然后水壶是从这里穿进去，在你的这个后背包上。大家都知道玩军事兵人的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去绑这些绳子，非常难基本上都是要有个小镊子去自己去操作的。然后这边我挂的是一个手雷包手雷包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拆下来。咱们来看一下里面这个手雷的细节，做的也是相当不错。来看一下涂装也没问题拉环的话也是有刻画到，没问题。然后我背部这里的话呢，这些地方可以看一下，放的全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配件烟雾弹闪光弹这种之类的东西，你也可以不挂在上面可以放在主体的这些口袋里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这边我也是单独挂载了一个
背包里面是没有放东西的。然后到了这边就是电台啊，电台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细节，也是需要去给它绑上的啊。这种东西就是弄上去了以后啊，再弄下来就比较麻烦了。然后电台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这个天线啊很松，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松，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没有直接放上去啊。然后这边是连接这个耳麦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电台的这个细节也是做的挺不错的啊。上面的这个仪表盘上的东西，包括按键做的不错。好，胸挂上呢就差不多只有这么一些东西了，我没有放太多啊。然后来看一下单独的这个啊，它所有的一些配件上面的铭文刻字都是非常明显的，就算近距离看你也可以看得见啊。这个是我单独拿出来的，做的也是不错的。然后还会配一个手电筒，也可以挂载在身上啊，或者是手持，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边荧光棒，真实的一个软胶啊，然后护膝啊，就给了一个。这个绑的我就觉得有一点点麻烦啊。首先啊，可以看到它是需要去扣在这个上面的，然后我每次这样扣上去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顶一下对不对？然后这样去给它扣上。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牢固，很容易就这样掉了。所以我每次绑上主体的时候，一弄就掉，还不如直接给一个卡扣给它卡上去，这样的话方便一点啊。这个就很容易掉。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腰包上啊都有些什么。首先我是绑的这个手枪的枪套，然后这边啊这里面也是放了一个填充物啊，这里我感觉是放一些杂物包的啊，然后这里也是放一个杂物的啊，里面都是有这个海绵啊，你可以去拿出来放点别的东西也是没问题的。转到这里就是一个医疗包，医疗包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厚的海绵啊。这边也可以自己去打开，没有什么问题。整个的腰包也是比较厚的，摸上去比较舒服。然后这边我给它挂了一个安全扣，啊，这个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啊去搭配，没有什么问题的。所有的配件啊，身上的就这一些。然后最后啊就是这个头盔，这个头盔比较麻烦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耳机啊戴上去是不服帖的，需要自己去捏一捏。但是这边的一些啊。都是比较脆的，把玩的时候所以要当心一点。整个耳机包括这个夜视仪做的刻画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顶部是频闪求生灯啊，备用电池啊，然后夜视仪的这个蓄电池都有，做的还是不错。然后这两边魔术贴你可以自己去贴一点其他东西，虽然说包上的一些我全都已经用完了啊，比如说这个国旗啊一些标志。然后底部啊可以看到这些绑绳都有。然后帽子这里面呢，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贴不贴这个防剐蹭的这个小海绵啊，厂家都是配的。但是我们这次主体它本来就是戴着一个面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啊，可有可无，直接戴上去就可以了啊。整个帽子塑料感比较强啊，比较脆，把玩的时候也是需要当心一点啊。这个搭配起来也是装起来也比较麻烦啊，所有的军事病人我都觉得比较麻烦。然后这个是插在电台上的，耳机这些都是一个软胶绳。整体效果还是不错。好，配件方面啊，就全部这些东西了，组装起来比较麻烦，不大建议就是没玩过军事病人的一些玩家，第一次去接触的话，做这个确实比较费劲，而且过程挺痛苦的，说实话，真的挺痛苦的。所以很多玩家会选择买了以后呢，去找别人打理，或者是直接买人家组装好的，这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这个夜视仪，你们看一下，也可以往下翻。上面也有一些透明的一些分件，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给它翻上去，但是时间长了啊，前车之鉴，我玩过很多这些弹力绳，时间长了都会有一点点松啊，真的是有一点点松，把玩的时候尽量不要经常去给它这样翻来翻去，翻来翻去，这个是滑槽去卡上去的。再给它慢慢的给它扣上去，我们就先拿下来，整体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配件还是非常好的
整款作品除了这个素体比较单薄以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然后就是脖子的这个问题了，好吧 ？OK， 接下来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装在身上，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感觉如何？好了，兄弟们，所有的配件都已经组上去了啊！这个腿可以看到，这个绑带又掉了，太麻烦了，就这个样子看一下就行了啊。最麻烦的就是这个耳机的贴合度，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悬浮的还需要自己去捏一下，因为这个铁丝呢是有一定的造型度的啊。然后装上去就这个样子，这个可以无视啊，我们也给它绑上啊，整体就这个样子了，帅还是挺帅的啊，实际上啊，手型的话它还给了几个螺手啊，我没有拿出来，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配件零零散散的我也没弄。帅还是挺帅的，而且现在这一款的这个价格好像闲鱼上是1000出头，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如果是使命召唤的粉丝的话，我觉得组一款这个还是不错的。就是自己组啊，确实比较累，比较麻烦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搞个成品或者找人代工一下啊，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它这个快拔枪套啊，我觉得做的有点稍微小了啊。我觉得稍微再长一点到这里差不多，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不去绑上，啊，就是不绑在这个腰带上，直接去穿在这里也可以，啊，我个人习惯啊是直接绑上去的，整体细节还是做的挺到位，还是挺帅的，装上去了以后有那么一点意思了，啊，整体效果我觉得给我玩过那么多军事兵人里面这一款组装难度啊，确实算是中等啊，也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难。还原度跟一些武器细节的配件、涂装，我觉得还是挺上乘的，不错的。现在1000多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入这一款啊1:6的这个军事兵人幽灵，好吧 ？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的开枪把玩咱们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